有关于马里乌波尔钢铁厂地下到底有没有大鱼这事儿，成了近段时间以来军民们所关注的重点。而俄军一位少将日前亲自证实的相关消息，则再次引发了关注。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前段时间，俄乌双方就马氏钢铁厂展开全面激战时，外界就传出钢铁厂内部有大鱼。所以，德法美的领导人才会不厌其烦地要求俄罗斯解除马氏钢铁厂的包围圈，将里面的武装人员放出。在钢铁厂之战中，乌克兰方面一反常态地采取多批次大规模的海空救援方式，企图营救包围圈内的不明目标。在连续付出了4架直升机被击落、1艘舰船被重创的代价后，不得不停止了救援行动。当时就有人分析，马里乌波尔内肯定有大鱼，而且还是非同寻常的高价值目标。但是关于包围圈内大鱼的目标的分析，诸多媒体各执一词，有的认为是加拿大中将，有的认为是北约军官团，还有人甚至认为拜登的儿子就在钢铁厂内。不过根据钢铁厂内部的员工和 DNR 部队的声明，钢铁厂存在一定数量的外籍雇佣兵是不争的事实。根据俄罗斯官方的声明，钢铁厂内的外籍雇佣兵大概在400至600人之间，规模不小，来自数个国家，以至于俄军劝降喊话时不得不使用6种语言轮番劝降。其后，俄军士兵在钢铁厂周边发现了法国外籍军团士兵的个人物品，事件进一步复杂化。不过，到5月初，钢铁厂宣布全面停止抵抗时，俄罗斯官方对外宣布俘获乌克兰士兵2439人，其中包含大部分亚速营士兵，但只字未提钢铁厂内的大鱼目标和其他的外籍雇佣兵。当时外界议论纷纷，有不少网友认为所谓的雇佣兵和大鱼是完全的假消息。当时虎妞对这件事儿分析了2个推论，第一个是这些外籍雇佣兵数量可能没有俄方宣称的那么多，所谓的大鱼多半是在钢铁厂的守军，为了夸大自己的重要性胡吹蛮报的，其目的就要让西方和乌克兰官方持续关注，并且插手干预马里乌波尔的局势，这样钢铁厂内的乌军和亚速营才有生的机会。而在钢铁厂的外籍雇佣兵不是全部战死，就是被亚速营以稳定军心的名义全部枪决了，因此出来投降的只有乌军和亚速营。第二个就是大鱼是确实存在的，而且和雇佣兵大部分被俄军俘虏，只不过是俄军没有大肆声张，甚至封锁了此类消息罢了，为的就拿这些人当作筹码，换取西方国家的某些让步，如取消制裁措施等。这招是釜底抽薪的招数。如果西方国家不同意，俄罗斯便可以公布俘虏的大鱼和雇佣兵的消息，让这些俘虏的所在国不得不承受其家属和民间的压力，做出一定的让步。至于和俄罗斯翻脸，这些国家万万不敢，因为这些雇佣兵和大鱼都是不受国际法保护的。如果把俄罗斯逼急了，就算把他们都枪毙，也不犯国际法。因此，这批雇佣兵和大鱼目标就是俄罗斯政府手上的一个牌，对西方国家来说具有相当的反制能力。随着俄军将领的发声，第2种假设更贴近事实。俄罗斯全俄军官协会主席团主席利波沃伊少将表示，美国将军埃里克·奥尔森、英国中校约翰·贝利和4名北约军事教官与乌克兰军方一起从亚速钢铁厂投降的信息基本属实。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震动十足的消息。由一位俄罗斯的现役将军说出，真实性基本上不容置疑。法国24频道也声称，埃里克·奥尔森确实有可能在乌克兰，其中这个英国中校约翰·贝利是英国方面派出的最大的官，据说是现役军人。而美国将军埃里克·奥尔森是真正意义上的大鱼，他是美国海军退役4星上将，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司令，拥有38年军旅生涯，于2011年退出美军现役，退休后作为顾问的方式来到乌克兰指导乌军的行动。没想到俄罗斯突然闪击乌克兰，还未跑出去就被包围了。当然，如果这条消息是真的，那么美国军队的脸就丢大了。2战结束以来，还没有哪位4星上将被别人轻而易举的俘虏。对于美国政府来说，是一记沉重的耳光；对于俄罗斯来说，则是一次舆论攻势上的巨大胜利。